我做过很多款面包，贝果是唯一一款从未失手过的面包。今天我来分享一下食材以及整形方面的几个要点。先来看3种面粉，这个是高筋粉，它是面包的主材，无可替代。这个是全麦粉，它含有大量的麦麸，可以增加面包的麦香味，但是过多的麦麸容易割断面筋，因此全麦粉在面粉中的含量不建议超过 30%。这个是低筋粉，它通常使用在一次发酵的面包中，它的作用是使面包的组织更加的均匀。做贝果，我喜欢它们搭配在一起的口感和味道。具体的比例在视频的最后有配方表。不过贝果的包容性很强，低筋粉和全麦粉如果没有，您可以用等量的高筋粉替代。酵母建议买这种5克小包装的耐高糖酵母，配方中是500克的粉，正好用1袋酵母。接下来是面包成败的第一个要点，面团的温度。贝果的面团属于低水量面团，揉的过程中容易升温，因此液体用冰牛奶。糖在我的配方中已经是减糖，不建议减少它的用量。最后是黄油和盐。把刚才看到的所有食材放在一起来揉面。配方中黄油的用量不多，所以跟其他食材一起加入面桶中来揉。先低速揉成团，再高速揉至拉出厚膜就可以。如果是手揉，你揉至光滑便可。我之前的视频都是用手揉，您可以往前翻参考一下。近1年因为胳膊不方便用力，分享的面包视频比较少。近期我在尝试各种厨师机，这是我视频中出现的第一款厨师机，它比较稳，出模的速度在10分钟左右，到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平均分成12份，每个73克左右。先把边角折进去，再快速的滚圆。密封静置10分钟，让面筋松弛一下。静置好的面团先按压，再改成长方形。擀的时候不要太用力，避免面筋断裂。注意一下，如果面团不断的回缩，那说明静置的时间不足。翻过来，把底下擀薄。卷的时候有2种方法，一种是用2个手的手指边压边卷，这种方法比较适合没有馅料的贝果。另外一种是用手掌边压边卷，这种方法适合有馅料的贝果。不论是哪种方法，最后把收口处捏紧，再搓成长条，收口处朝上方，把一边擀薄，一边叠上去，捏紧。对于含有馅料的贝果，有2种铺馅的方法，一种是上下留边，馅料平铺在中间，出来的成品是馅料分散在周围；一种是顶部留边，集中放一起，出来的成品是这个样子，比较适合流心巧克力馅或者是拉丝的芝士馅。为了避免中心空洞，带馅料的贝果建议用手掌边压边卷。我的烤箱空间比较大，所以我每次做的比较多，同时发酵2盘是没有问题。发酵的时候放杯开水来增加湿度。我用的是烤箱自带的发酵功能，只需要调下时间30分钟便可。发酵的时间我们来准备一下糖水，糖和水的比例是20:1，也就是1000克的水放50克的砂糖。如果做的少，你可以减少一下用量。水烧开，调至微沸的状态。发酵好的贝果直接用手拿，不会粘。先煮正面，再煮反面，各30秒，这样取出来的时候依然是底部在烤盘上。如果您放进去没有漂浮起来，说明发酵的时间过短，擦干水分继续发酵。因为煮的过程中表层的酵母会被破坏，所以捞出来的贝果表层有微微的褶皱。没有关系，在烘烤的时候，内部的酵母会让它膨胀起来。在做表层装饰之前，你先把烤箱预热至上火210度，下火190度，放中层，烤16分钟左右。时间过半，烤盘取出来，内外调换一下，这样烤出来的颜色更加均匀。最后3分钟，您看一下颜色，颜色足盖上锡纸，
颜色不足，打开热风给它加热。如果没有热风功能，那你就加长烘烤时间吧。刚出炉的表层比较脆，内部很软，就这样掰开吃，不加任何馅料也很好吃。放凉后逐步的变软，看一下切面和内部结构，很均匀，吃起来是软而有韧性的口感。也可以切开，加上自己喜欢的食材做贝果三明治来吃。贝果是一款制作很简单的面包，它只需要一次发酵，面团的松弛和整形做到位，都可以得到这种均匀的内部结构。我是小敏，喜欢我的视频帮我点赞、关注和转发，下期我们再见。